大家好，我是议员。另外一位第8代的骑兵统帅终于出来了，官方技能中文版。因为之前英文版可能有一些翻译错误，又或者是他描述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中文版再重新看一遍。我对比了英文版的数值是一样的，官方并没有削弱。天赋是骑兵工程辅助。首先来看看之前我搞不懂的第一技能，直接伤害2500，但是后面的部分要发起集结进攻的时候才会生效，使目标部队所受到的夹击数值增加3，夹击数值不影响实际造成夹击效果。若目标未被夹击，则在此技能释放时进入夹击状态，数值为3，并且防御力降低30%，持续5秒。我相信大部分观众看了这个技能之后还是搞不懂这个东西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简体版的，官方简体版。因为我发现到简体跟繁体版它写的东西有一点出入，夹击数值不影响实际造成的夹击效果，但是你们看简体版，夹击数的计算值不影响目标部队真实所受到的夹击效果。所谓的夹击效果，就是你其他统帅去围殴同一个部队的时候就会造成的效果，受到的所有伤害会提升。这个东西是不会增加的，只是会计算真实情况到底有多少个部队围殴而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这样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了吧？那么它这个夹击数提升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会间接性影响到它的觉醒技能。一个数值算100，如果是查士丁尼触发了主动技能的话，就是默认300的直接伤害了。也就是说，如果查士丁尼搭配司机的情况下，就会触发了司机的主动技能，直接让驻防降低了45% 的防御力。那么看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它的最好搭配就是搭配司机了，可以直接触发，但是不会拥有夹击效果，不会提升所有伤害。当然，如果旁边有人帮忙围的话，就会触发到。当然，这个是我从文本上理解到的，实际上是怎样我还不清楚。但是他这个技能也只能发起集结的时候才会进攻，而且防御力降低30%，应该也是要跟着集结才有。毕竟他这个句子前面是放逗号，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拿去打野仗的话，只有伤害2500。骑兵防御力提升30%，所率领骑兵在领土外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5%，行军速度也是在领土外才会提升，少5% 的所有伤害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不过我们要用官方的角度去想，他是怎样设计这个统帅。这个统帅设计是专门用来集结的，你做集结的话是不可能在自己领土上面，所以设计在领土外才有提升效果，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提升骑兵生命值20%，进攻城市及据点时，所率领部队受到的普攻伤害降低10%，这个其实在野战没有什么影响啦。第4技能跟觉醒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觉醒技能提升了一点。假设你是集结的话，是肯定觉醒的，所以是不用看第4技能。不过你打算野仗用的话，你就要注意看了，夹击系数只有提升30而已，再加上野仗是不会触发它的主动技能的，不会直接把你提升为3。假设你只有一个部队的话，就只会计算30而已。至于搭配的问题，因为它的主动技能触发是只有5秒而已，所以它必须要做主将，触发的时候带动司机的主动技能，才可以让对方的防御力降低。而且查士丁尼做主将的话，才可以降低30%，后面才让司机降低45%。比较高的数值会替代掉比较低的数值。如果是拿司机做主将的话，他一开始就45%，你这个30顶不掉他45%，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司机是真的累，又要出来开集结了，所以司机是不可能被淘汰的。现在集结依然还是要用到司机。至于野仗的搭配，我觉得还是要等实测，因为他有一些技能在野仗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到的。我要看一下哪一个效果搭配它是最好的。不过不出意外的话，现在的联赛呢都是一定要觉醒查士丁尼了。当然我现在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实际上还要等它实际效果是怎样的，究竟会不会变成最强的集结呢？我们还要看下去。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